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卢锡安圣枪游侠最后哥的兑现情况，然后还有他新版本的装备搭配符文。这个版本的话，卢娜是超强的一个组合。但是这局的话，估计是被ban了，所以看不到卢娜的配合了。第一件的话就是出调整，就是变强后的那个西兰刀。现在它有多了一个新的装备技能，移除了以前的那个脆融，现在新增了一个骤刃，就使用技能后会聚集那个骤刃，最多3成嘛，3成的充能，最多10秒，命中敌人的时候会消耗1成，然后对目标造成额外的物理攻击，然后提供移速，额外伤害会造成暴击。每个技能2秒内，就是2秒内，就是说你如果2秒内同时释放3个技能，那是没办法的。但你说2秒的时候释放一个，然后它就很快。像卢锡安的话，它的平 A 是能减它的那个 CD 的嘛，所以卢锡安出这件装备啊，算是前期的一个核心装备了，既有攻击力又有暴击，还有技能减 CD， 还能恢复蓝。像卢锡安前期是很缺蓝的嘛。第二件的话是银血，因为卢锡安的那个装备怎么说呢？它的生存力，就是说生存能力还是比较差的，被人切到了。虽然说它有位移、有净化、带净化、带闪现哈，但是还是如果说对面就是执意要切你的话，没有银血作为续航的话，还是比较不太行。哦，这里控住上来打一套。哦，娜美在对面。像第3件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出火炮，或者说冰刃。这里面怎么说呢？你看你是否大优势，对面打不动你，不然的话，先做火炮是最稳妥的。然后，狂风之力是奥巴马标配的啦，就是他还是出狂风之力会更好。如果说这里被对面辅助 A 死了。我倒觉得，但还好啦，是辅助拿人头，问题倒不大。我倒觉得，这个版本的奥巴马，卢锡安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，别想着收割，而是前期就是开局的时候拿来打消耗会更好一点。然后感觉他的这个爆发不如他的 Q。平 A W 平 A 这种频率的伤害高，而且现版本的射手就是辅助提供的那移速还是比较快的，还有就是射手的手现在比较长，卢锡安的手就是算射手里面比较短的那个了。哦，完了，这里面被抓到了。
这样的话，下路前期就来到了一个大劣势的状态。然后我们看绝猴哥怎么去翻盘了。我们来说一下符文。符文方面的话，还是先攻。因为像卢锡安是那种打爆发的，所以他带那个致命节奏，其实对他来说收益没那么高。如果选择说带那个征服者的话，因为还是虽然说有持续伤害好，但他说瞬间打爆发出来的话，那又不太可能。反倒是还是选择带那个强攻会更好一点，然后带三皇。残暴的话就是保证他自己前期的一个残暴和那个吸血，就是保证自己前期的一个状态，不要被打得太差。然后像带那个巨人杀手的话，就是为了后期打肉。这里面想先拿龙跟对面换先锋，但对面不太想给。但还好拿下来了。如果说这局对面如果三条龙的话，其实有点难打的，很难打，基本上翻不了，因为对面有那个龙魂嘛。只要拿掉第一条，后面2条就算不拿，他们也没办法有龙魂。加成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？提升来说没有太大。这里面找到输出的一个环境，算是亚索创造的一个环境，然后上去直接追到死。像阿罗拉这英雄还是比较强势的。这打野，对面打野真的是好，真的很会玩。还好这里面有双招，有那些已经拖了很久了，不然的话这波团也不好打。只要28就是那个卢锡安能吃到头，对他来说就不是最坏的情况，因为已经劣势了。像现在的话，就只能去刷野的资源，不能让对方也把野给刷掉了。你看，如果说你去晚了，因为那个阿罗拉已经在刷你的
这边的4F 了。对面维鲁斯玩的是穿甲流的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对面没什么太大的那个，就是持续伤害，这也算是翻盘点之一。只要瑞文或者像魏还有阿罗拉这种这3个，只要掉一个点，他们的输出就会差很多。因为维鲁斯不支持你这种近身去跟他们打团，这里烫到了，但是跟不上这伤害，没办法。必须得找个机会。亚索还在那拖，没办法，亚索一个人独木难支。这里面射手不能去掉，射手掉的话，那就连守线都守不了了。这里的话，赶紧去把河道线拿了，给一个视野，不然龙也不好看。把上路塔一推，上路的话是有那个赏金的。对面打野过来了，抓住了对方打野。那对面打野掉的话，可以选择来试一下这波龙团。完了，对面有那个闪现脱身，把被动消耗完再过去打。不然的话，被维鲁斯一个被动爆死的话，还是很容易的。这里利用野怪把血量恢复上来。对面打野就找那个射手酒后哥，没办法。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就把经济刚刚吃的人头还有那些经济的话，把装备算是追回来了，经济方面是追回来了。然后这时候的奥巴马那个卢锡安经济就是他的个输出，只要有蓝，对于卢锡安来说，他就是一个操作空间很大的那个。兔子还飞回来，这兔子估计是手贱了。就像中间，其实你会发现，我们虽然说就是绝猴哥这边劣势团，但是就是说你不要什么都 all in 到底，还是要留余地，就是说止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看到他那种确实打不过，那你就不要想着去换或者干嘛的，就止损。
能不让对面推塔，你也是算是止损里面啊抄了一波底，对吧？这里的话，要是把兵刃做出来的话，对面的打野就没那么好切那个露西安了，因为有减速嘛，然后再拉开身位的话就没那么好追了，除非对面交闪那个伤害能瞬间把射手爆死。像射手在跟队友一起蹲草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让射手在那一个方向，因为你隔墙也是可能平 A 到对面的嘛，你的攻击距离是允许你有这么长的嘛，所以你不要跟队友站位站得太靠近，不然的话你吃伤害，两个人一块吃 AOE 伤害就很尴尬。这里面的话不应该去打这佛爷哥，因为大龙准备好了嘛，回家应该补个状态。再拿下一条大龙，就直接可以去推进，能把上路塔和下路的那个二塔都能推掉。这里被眼扫到了，没办法。像这种打野不在的话，尽量不要开龙团，但对面没反应过来，这已经算运气特别好的了。如果对面位上来直接抢掉龙的话，那节奏又要往后拖。那这边的话，节奏往后再拖一点，选择拿那个远古龙，就直接可以选择直接平推了，因为这边的伤害是完全够的。维鲁斯那边，因为他不是那种持续伤害，所以他后期，除非就是poke他的 Q 中了2个人，把他们打残了，不然的话，他那边的团是很难接的。辅助直接冲到人追里面去了，直接进化解掉那个维鲁斯的大招，不解掉就要出事儿。这里面要选择过来往远古龙靠。那往高地一推，基本上就可以收下比赛了。对面的状态是不支持这么打的。
那这一局的话就轻松拿下。欢迎大家的观看，那就这期就到这啦，拜拜。